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在同一个屋檐下流着同样的血脉，有的人被捧在掌心里，怕摔了，怕碎了，有的人却像空气一样透明又安静。这大概是许多家庭里那个最沉默也最隐隐作痛的问题。你长辈的偏心，这种痛它不流血，却比任何有形的伤口都还要难愈合。它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在无数个日常里一点一滴累积下来的。每一次你看见他们把最好的留给别人，每一次你拼了命的努力只为了被看见，最后却只换来一句轻描淡写的带过。那种感觉就像是一根看不见的刺，从小就深深种在你的心里，越扎越深，深到有时候连你自己都不确定，到底是长辈真的偏心，还是你自己太敏感，太爱计较。很多人把这个答案归结为性格不合、出生顺序，或者是怪自己不够讨喜、不够优秀。但我今天要告诉你，你感受到的委屈都是真实的，你没有太敏感，更不是你不够好。而这份偏心背后的原因，远比你想象的更深、更古老，也更令人震动。佛经中常讲8个字：业力如影，随逐不离。这8个字揭示了一个核心：我们在这个世间所遭遇的一切现象、一切关系，其实都是心念与行为感召而来的。心念一动，业力便如影随形。这支影片，我们不谈世俗的对错，我们要试着拉高视角，从佛法最深的义理中去解开这个困住你多年的结。以前我在一本古籍里看过这么一段非常发人深省的公案故事。有一次，一个弟子满脸困惑地问他的师父：师父，为什么同在一个屋檐下，同一个父母生的孩子，有人受宠，有人却受冷落？难道在父母的眼里，众生本来就有高下之分吗？那位大德听完，沉默了很久，看着眼前满脸委屈的弟子，他轻轻地摇了头，只说了8个字：非高下之别，是因缘之别。这8个字简直就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我们凡夫俗子一直看不透的迷雾。因缘，它不是我们嘴里常常挂着的缘分这2个字这么简单，它是一条跨越了时间、跨越了生死的无形丝线，把人和人紧紧绑在一起。绑得深的自然就亲近，绑得浅的自然就淡漠，绑着恩的就会无条件的疼爱，绑着怨的就会莫名的冰冷。而这一切其实早在你们这一世相遇，成为一家人之前就已经写好了。这绝对不是什么迷信，这是佛法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深刻也最诚实的解释。在大乘起心论里有这么一句话：一切诸法唯依妄念而有差别，若离妄念，则无一切境界之相。用我们现代的大白话来说，家庭里的亲疏冷热从来都不是上天随机分配的，它有它的来路，有它的脉络。佛法里常讲共业与别业，一家人之所以这辈子能聚在同一个屋檐下，是因为共业的感召，大家在某种程度上有着相似的业力频率，这才买到了同一张来到这个家庭的车票。但是每个人与长辈之间的关系却是别业，也就是各自不同的剧本。这份别业决定了你们之间缘分的质地与深浅。这世上有一种缘叫做报恩缘，就是你们前世互相珍惜，互相帮助，有恩于彼此，所以这一世再相遇，长辈对这个孩子自然有一种莫名的亲近感，甚至孩子什么都不用做，长辈的心就已经偏过去了，感情深得不得了。这在旁人看来是偏心，但从因果来看，那是过去种下的恩德种子，在这一世提前发芽了。相对的，还有一种缘叫做讨债缘，就是前世有怨、有亏欠、有伤害，当这一世再相遇，那个累积在灵魂深处的负面能量
就会以疏远、冷淡，甚至无意识的排斥来表现。长辈自己可能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跟你不对盘，看你不顺眼，而你也总是能感觉到那种冷冽，却永远说不清到底从何而来。所以当看见家里的老人家对某个子女特别疼，对你却特别淡的时候，请你深深地吸一口气，告诉自己，这背后并不是价值的判断，不是那个被疼的人真的比较优秀，更不是被冷落的你不够好，而是在你们相遇之前，你们带着不同重量的因缘来到了这一世。这是一个很多人在情感上很难接受的观念，因为它意味着有些痛苦不完全是这一世的努力可以改变的，它是跨越了时空的宿命。但请你相信我，正是这个看似无情的观念，才能真正帮你从那个我到底哪里做错了，我到底哪里不够好的无尽地狱里彻底走出来。那条业力的脉络不是拿来让你认命的，它是拿来让你看清楚自己现在究竟站在哪里，然后勇敢走出来的。现在请你先在心里跟着我描绘一个画面，这是一个关于老旧三合院的故事。在某个不知名的小镇里，有一栋被老榕树的根系慢慢撑裂了墙角的三合院，这里住着陈家三代。老奶奶陈秀英72岁了，身子瘦小，背微微驼着，但她的眼神依然锐利，说话的声音永远比她看起来的还要有力气。她有2个孙子，大孙子叫志远，二孙子叫志恒。这2个孩子从小就住在同一个院子里，共用一张木头饭桌，共用一个天井，也共同陪伴着同一个奶奶。但是他们从这个奶奶身上得到的却从来不是同一种世界。吃饭的时候，奶奶总是会用筷子把那条鱼最软最没有刺的鱼肚子轻轻拨到志远的碗里，她会笑着说，这块给阿远最补。而志恒呢，他就坐在旁边看着那块鱼肚子，什么话也没说，不是因为他不想说，而是从很小的时候他就已经明白了，说了也没有用。遇到志远过生日，奶奶会提前好几天就开始忙碌，准备红龟果，准备油饭，还会卤他最爱吃的猪脚。换作是志恒的生日呢，奶奶偶尔会记得，但大多数的时候，那一天在三合院里就跟任何一个普通的日子一样，静悄悄地过去了。志恒7岁那年，曾经鼓起勇气，红着眼眶问妈妈，为什么奶奶比较喜欢阿远。他妈妈停顿了很久，眼神有些闪躲，最后只是叹了口气说，奶奶年纪大了，你不要太计较。这个答案当然没有解决一个7岁小孩心里的任何问题，他只是把那根受伤的刺往更深更黑的地方推了一点。日子就这样一年一年的过。后来志远考上了很好的高中，奶奶高兴地到处跟亲戚炫耀。志恒读了一般的学校，奶奶也不是不知道，但这个话题在他嘴里永远只是轻轻带过，就像路边不起眼的野花，不值得特意停下来多看一眼。其实最让志恒崩溃的往往不是那些明面上的差别待遇，而是那些微小的无处不在的细节。奶奶买了新衣服，永远是志远先挑。奶奶生病出院，大家高兴地在病房拍照，志远紧紧靠在奶奶身边，而志恒就站在走廊的角落。那天的照片里一张都没有他。家族聚会的时候，志恒永远是那个自己搬着塑胶板凳，自己找位置坐的人。这些事情分开来看好像都很小，对吧？但如果把这些小事全部加起来，那就是一个人的整个童年，整个青春期，整个关于我到底值不值得被爱的残酷答案。大学毕业后，志恒离开了小镇，去城市里工作。他跟家里的联系越来越少，这不是因为他故意要疏远，而是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每次一回到那个三合院，
他就会瞬间变回那个站在走廊角落无人问津的小孩。那种窒息的感觉，他实在撑不住。表面上他在城市里过得不差，有工作，有朋友，但每次只要喝了点酒，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就会忍不住去想，如果从小奶奶能对我多一点点关心，我会不会是一个更好、更有自信的人？这个问题就像一根坚硬的鱼刺，横卡在他的喉咙里，吞不下去，也吐不出来。事情的转折发生在志恒35岁那年。那一年冬天，奶奶病得很重，住进了加护病房。志恒接到消息，还是赶回去了。不是因为他突然释怀了，而是他心里知道，如果这次不去，他这辈子都会不得安宁。当他走进病房，看着病床上的奶奶，他忽然觉得好陌生。那个在他记忆里永远精神抖擞，永远有力气偏心的老人，现在全身插满了管子，呼吸非常浅。志远坐在床边，眼睛哭得通红。没有人注意到志恒走进来，志恒就站在门口看着这一幕。他忽然发现自己心底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情绪，那不是心疼，更确切地说，是一种茫然。他不知道自己现在应该要有什么感觉，他甚至不确定自己应不应该出现在这个房间里。奶奶的情况时好时坏，就这样熬了将近2个月。那段时间，志恒每个周末都会回去帮忙照顾。他骗不了自己，说是为了奶奶，他只是不知道为了什么，就是去了。有一天下午，他觉得病房里的空气太闷，就走到医院附近散步。走着走着，拐进了一条小巷子，巷子的尽头是一座很不起眼的地方小庙。院子里有几棵老树，香火有些稀薄，树下坐着一个穿着灰色棉布衣的老和尚。志恒也不知道为什么，神差鬼使的就走了进去，在老和尚旁边的石凳上坐了下来。2个人谁也没有开口。过了好久，志恒忽然打破了沉默，他对着一个完全陌生的老和尚说：“我奶奶快死了，但我不知道我到底难不难过。”老和尚慢慢转过头看了他一眼，语气平缓地说：“你难过。”志恒愣住了：“你怎么知道？我都说了我不知道。”老和尚微微一笑：“你说不知道就是难过，真正不在乎的人是不会在乎自己到底在不在乎的。”这句话瞬间击中了志恒，他沉默了很久，然后他把30多年来压在心底的那些重量，关于那块鱼肚子，关于那些被遗忘的生日，关于那个走廊的角落，全部倒了出来。老和尚静静地听着，院子里的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淡淡的香烟缓缓往上飘。等志恒说完，老和尚最后只说了一段话，这段话彻底翻转了志恒的下半辈子。老和尚说：“你奶奶偏心，是因为她心里有一段缘比另一段更重。孩子，这不是你不够好，是那个重量在你们见面之前就已经沉沉地压在那里了。缘分是因加上果，这一世你们是祖孙，但那个缘不是这一世才开始的。”志恒皱起眉头，心里还是有气。那志远呢？奶奶从小那么疼他，难道是他上辈子欠了奶奶什么吗？老和尚摇了摇头，不一定是欠，有时候是深深的牵挂。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有未了的牵挂，下一世就会用极深的亲情把对方绑得死死的。看起来是疼爱，其实那是执着。你总以为被偏爱的那个人是赢家，但其实被执着的人往往活得最沉重。志恒的心里猛然震动了一下，他忽然想起志远，那个从小被捧在掌心的哥哥，长大后其实活得一点都不轻松。奶奶对他的期待太重，控制欲也极深。志远做什么事情，第一时间想的都是奶奶会不会满意，他读什么科系，找什么工作，什么时候买房结婚，
每一步都被奶奶的眼光死死扣着。志远看起来是被疼爱的那个，但其实他是被一条名为爱的绳子拴着的那个。志恒以前从来没有用这个角度想过。他站起身准备离开时，忽然转过头问：那我呢？我上辈子跟他是什么缘？老和尚笑着闭上眼睛，没有直接回答，只轻轻留下一句：你今天会走进这座庙，是因为你的心已经开始想知道答案了。想知道答案比得到答案更重要。那天傍晚，志恒离开小庙时，天已经快黑了。他看着远处医院亮起的灯光，心里那块冰冻了30几年的地方忽然开始松动了。他还没有完全释怀，但那一刻他第一次清楚感觉到了卡在喉咙里那根鱼刺的形状。只要感觉得到它，总有一天就能把它取出来。那个冬天，奶奶还是走了。在葬礼上，志恒哭了。他分不清楚自己到底在哭什么，是在哭那个他从来没有真正靠近过的老人，还是在哭那个站在走廊角落等了一辈子都没有等到爱的小孩。也许两个都是，而那两种眼泪其实流的是同一种悲伤。现在让我们把志恒的故事先轻轻放下，回过头来认真看清楚这件事的底层逻辑。老人家为什么会偏心？这个问题不能只用个性不合来回答，也不能单纯用重男轻女、长子情节这些社会文化的框架来解释。这些当然都存在，但它们只是表面的土壤，真正的根扎在更深的地方。佛法里有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叫做烦恼障。什么是烦恼障？就是贪、嗔、痴、慢、疑这5种根本的烦恼，它们就像5条无形的铁链，死死套在每一个还没有彻底觉悟的凡夫心上，让人不由自主地被好恶牵着走。老人家会偏心，第一个原因就是这5种烦恼在驾驶他的人生。贪心让人不自觉地喜欢那些顺眼的、听话的、能给自己带来满足感的孩子。嗔心让人无意识地疏远那些逆耳的、有自己主见的、会让自己感到压力的孩子。痴就是他根本不清楚自己这种偏好的来源与后果。慢是他永远用自己的标准在衡量家里的一切。疑是他打从心底不相信每一个孩子都值得同等的对待，没有一个老人家是例外的。只要是没有证悟的凡夫，心本来就是长偏的，不在正中。佛陀在《楞严经》里说得透彻，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生死相续，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净明体，用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轮转。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我们所有的苦都来自于不知道自己的心本来是清净的，每天只跟着妄想走。偏心其实就是妄想的其中一种运作方式。所以当你下次再看见长辈偏心的时候，第一件要清楚的事是，他不是故意要针对你，他是被自己的烦恼牵着走。他其实也是受害者，只是他的烦恼恰好以偏爱另一个人的方式深深地伤到了你。第二个原因叫做我执与分别心。什么是我执？就是把我这个概念看得很重，我的孩子，我的财产，我的面子，我的喜好。这个我越重，分别心就越强，取舍就越明显。长辈说这个孩子是我的心肝，背后是我的；说那个孩子跟我不亲，背后也是我的感受。金刚经里说，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只要还抱着我这个相，烦恼就不会断，分别心就不会消失。老人家偏心，不是因为他是坏人，是因为他还没破除我相，他还卡在这个人生的功课里。再加上习气与无明，一个人从小受什么教育，吃了什么苦，都会化成习气。到了老年，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这些惯性
会变得无比固定，难以撼动，而无明让他根本没有意识到那种差别待遇有多深。有时候你指出来，他还会生气否认。这不是他在伪装，而是无明遮蔽了他的眼睛，他真的看不见。现在我们要来谈整支影片最难受但也最重要的一部分，为什么你会那么痛？有一句话在佛法里非常关键，说出来可能也会有点得罪人。你的苦不只是因为他偏心，更是因为你执着于公平。你认定父母应该公平，长辈应该一视同仁，我付出了就应该得到对等的回报，这些应该就是一种执念。不是说你渴望公平有错，而是说当你用这些应该去绑架外在的环境，一旦别人不配合，你就必然受苦。心经告诉我们，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个世间本来就是无常的，本来就没有绝对的公平。你用一把名为应该的尺去量一个本来就不对称的世界，量出来的永远只有差距，永远只有亏欠感。更深一层的危险是，当你怨恨他，你生气，你计较，你反复在黑夜里问为什么是我的时候，这个过程你其实正在造新的业。他的偏心是他的业，是他的烦恼在运作，但你的嗔恨是你自己的业，是你被他的烦恼传染了，跟着他一起造恶因，他造他的，你受你的苦。最后这场局里没有赢家，两个人都在加深各自的业力锁链，这件事才是最值得我们警惕的。还有最后一层是很多人都没想到的，那个偏心的长辈其实是你生命中一面业力的镜子。它照出了什么？它照出了你内心深处对爱的极度匮乏感，那种觉得如果没有人特别疼我，认可我，我就是不够好的恐惧。那个伤口不是它造成的，那是你从很久以前就带在灵魂上的一个洞，它只是用偏心让那个洞变得更明显而已。它也照出了你对认可的贪求，你有多渴望被那个老人家多看一眼，背后就是你对被需要这件事有多深的执着。所有的痛都在提醒你，向外求爱是求不到解脱的。看到这里，也许你会在心里呐喊，那我到底该怎么做？难道就这样算了吗？不，绝对不是算了。佛法教我们的从来不是委曲求全，也不是叫你把牙齿打碎了往肚子里吞，假装一切都没事。佛法是教我们看懂了游戏规则以后，做出完全不同的选择，从根源上松动那个死结，帮你找回属于你自己的清净和自由。接下来我要给你4个真正有效，今天看完影片立刻就能做的微小行动。第一个行动，拔掉期待回报的插头，在心里设定一句话。儒家讲孝道，佛家也讲孝顺，但佛家的孝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心法。你孝顺父母，奉养长辈，不是为了换取他的爱，不是为了证明你比那个被偏爱的人更好，而是为了种下你自己的恩田，为你自己累积福报。从今天开始，当你替长辈倒一杯水，煮一顿饭，或是拿生活费给他的时候，请你在心里默默对自己说这句话：我现在做的事是在为我自己的因果负责，这是我在种自己的福田。只要这句话一设定好，你做事的心理状态就会完全改变。你照顾他不再是为了让他多看你一眼，所以当他转头去看别人的时候，你就不会心碎了。你把尽本分和求认可这2件事彻底拆开，当你不再表演给他看，你就不会被他的反应给拖垮。第二个行动，转怨为怜的1分钟观察法。很多人听到这个方法，第一反应都是抗拒的。我为什么要可怜他？明明是他伤害了我啊！我完全懂这种委屈。但我们换个角度想，下次家族聚会，或者当他又开始偏心的时候，
请你退后一步，用1分钟的时间安静地观察他。你仔细看看，这个因为执着，因为偏爱，搞得家里不和睦，甚至让孩子带着伤长大的老人家，他真的快乐吗？你会发现，他们其实活得并不自在。他们有极深的恐惧，有强烈的控制欲，有自己说不出口的遗憾。他特别疼某个人，背后往往是某种匮乏的补偿。当你认真看进去，你会从他让我受苦慢慢移动到原来他也在受自己的苦。这不是替他开脱，而是你选择升到更高的维度，不再跟着他一起沉沦。当你能升起这种悲悯心，你心底那口积压了多年的怨气就会开始有地方流动了。第3个行动，设定保护亲近心的安全距离。如果一段关系已经严重到每天都在消耗你，伤害你的身心健康，请记得，佛法没有要求你无条件地留在那个伤害里。随缘这2个字不是随波逐流，而是顺应因缘，不强求。在尽到你身为子女基本义务的前提下，保持适度的心理距离，这是一种极大的智慧。具体怎么做？减少那些会让你反复受伤的接触频率。如果每次通电话都会让你崩溃，那就改成传讯息；如果每周回去都让你窒息，那就改成每个月回去1次。这不是冷漠，也不是逃避。保护好自己的清净心，是一切修行的基础，给自己喘息的空间。当你不再把情绪时时刻刻挂在老人家的一举一动上，你会惊讶地发现自己开始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轻盈感。第4个行动，情绪来临前的3秒钟停顿，这是最深的一个功课。当长辈下一次又明显的偏心，当那种又来了为什么总是的委屈和怒火冲上脑门时，请你深呼吸，在心里数1、2、3。停顿这3秒钟是为了不让嗔恨之火立刻烧起来。这3秒钟让你练习看见情绪。很多人以为放下就是不痛了，不是的，放下是你依然可以感觉到那个痛，但你不再被那个痛给绑架了。你能看见委屈，承认委屈，让眼泪流下来，但你不去砸东西，不去吵架，不去造新的恶业。这件事发生过，它也确实伤过你，但从这3秒钟开始，它不再是你的主人了，你才是你生命的主人。最后，我想跟你说一句心底话，长辈偏心这件事确实很痛，但它到底会在你心里留下多深的印记，其实并不完全由那个老人家决定，它最终的重量取决于你选择用什么样的心去携带它。你可以用怨恨去携带它，那么它就会越来越重，越来越酸，最后成为你整个人生的底色，让你变成一个同样充满刺的人。但你也可以选择用慈悲去携带它。请记得，慈悲不是软弱，不是逼着你去原谅那个伤害你的人，慈悲是你清清楚楚地看见了因果，然后你选择绝对不让自己的人生被另一个人的烦恼给定义。那个在小庙里的老和尚对智恒说的那句话，到现在我都觉得很深。想知道答案比得到答案更重要，因为当你真的开始想知道为什么，当你的心从单纯的怨恨转变成为真实的探问时，你就已经开始走出来了。你已经在往一个更自由、更宽广的方向走去了。所以，在这支影片即将结束的时候，我想请你轻轻地闭上眼睛，问自己一个问题：那个从小站在走廊角落里等了很久很久，始终没有被长辈多看一眼的小孩，他现在还站在你的内心深处吗？你是不是也把他一个人丢在那里很久了？今天请你好好的走过去，蹲下来，看着那个委屈的自己，轻轻地抱住他，告诉他，你感受到的都是真实的，你受委屈了，但你真的很好，
你绝对值得被深深地爱着。也许这才是我们面对偏心这件事最核心也最重要的一个功课。不是去试图改变那个固执的老人，也不是去无休止地计较那段因果，而是你有没有好好的回过头来接住那个受伤的自己。如果今天的影片让你的心里有任何一点点的触动，或者感觉到了一丝丝的松动，我真心邀请你在下面的留言区为自己，也为所有曾经受过伤的人留下一句善言或者一句祈福。你可以打上这8个字：愿我看清因果，慈悲放下。就这短短的一句话，当我们每一个人都留下善念，这里就会汇聚成一个无比强大的正向磁场。这个温暖的磁场会成为你今天回归自我、重获新生最真实的一个起点。有时候我们最需要的不是高深的建议，而是一个懂你的人告诉你你不孤单。别忘了帮这支影片点个赞，让演算法把这份温暖推给更多需要看见的有缘人。也欢迎你把这支影片分享给身边那个也许正带着类似伤口的朋友。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开启小铃铛。未来的日子里，我们继续一起走在这条看见自己、找回平静的路上。愿你平安，我们下支影片见。